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来盘点一下拥有路卡利欧的训练家吧。为什么要特地讲他的训练家呢？因为我觉得路卡利欧很稀有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始。第一位，阿里的路卡利欧。阿里是帷幕道馆馆主，在动画中因为被真丝玩虐，而丧失了当道馆馆主的信念。小智向他发起挑战时，他竟然委婉地请求小智去别的道馆，这让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路卡利欧非常失望，直接一发波导弹教他做人，美其名曰制造给训练家的特训。当时小光非常能理解阿里，因为他当时连输了好几场华丽大赛，心情非常失落。于是这两人一见如故，互诉衷肠。接下来阿里就答应了和小光的道馆比赛。经过一番激斗后，小光输了，但这也让阿里重获了信心。所以嘛，如果你身边有人也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你不妨试着输给他一下，他可能瞬间就高兴了。后来小智也和他进了道馆比赛，即使小智的勇气又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但阿里的路卡利欧也并不是吃素的，最终双方打成了平手。但阿里还是将徽章送给了小智，毕竟小智让他重新找回了自我啊。第二位，雅璇的路卡利欧。雅璇和他的路卡利欧登场于神奇宝贝 DP 第111集，当时由于银河队的原因，导致钢铁岛上的所有钢系神奇宝贝全都丧失了理智。虽然路卡利欧也是钢系的，但是因为自身带有波导，所以并没有受到辐射光波的影响。然后来在阻止银河队的过程中，由于近距离的接触到了低修波，波导被抵消，所以也陷入了狂乱状态。在这两集的神奇宝贝里，雅璇和他的路卡利欧完美的向我们展示出了波导的强大。这个波导根本他妈就是超能力，好不好？大钢蛇失控攻击小光，雅璇直接一个波导化作了防护罩，在结尾时更是神乎其神。银河队事先在钢铁岛上布满了炸弹，为的就是炸掉这个钢铁岛。但是呢，真是不巧，谁叫他们惹上了两个超能力者呢？只见咱们雅璇和路卡利欧同时使出了波导，于是岛上所有炸弹的爆炸波全都封印在了一个球里面，然后路卡利欧就让这个球扔到天上去了，厉害，小神佩服。而值得一说的是，在神奇宝贝剧场版中也曾经透露过，小智体内也是有波导的。这下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小智的大力士特性是怎么来的了吧？原来他是有超能力的。第三位，虎彻的路卡利欧。虎彻的路卡利欧第一次登场时还只是一只利欧鹿，虽然个子小，但是能力也相当不错。在与小智腾腾蛇比赛中进化成了路卡利欧，随后就打败了小智的腾腾蛇，再通过一番激战就打败了皮神。关于这场战斗，虽然我之前已经吐槽过一次了，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，虽然编剧可能是为了刻画出虎彻这个人物比较傻，还特地让他只带了5只神奇宝贝参加比赛，但这深深伤害了小智啊！正常人的思路一般都是这样的，你只带了5只，但最后还是打赢了我，崩溃，崩溃啊！第四位，可尔尼的路卡利欧。可尔尼是婆娑道馆的道馆馆主，为了能让自己的路卡利欧超进化，所以他们决定一起战胜100个训练家，而小智是第99位。战胜小智后，可尔尼还是经过一些挑战才拿到路卡利欧的超进化石。但是呢，路卡利欧超进化后，却由于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波导，从而暴走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可尔尼前去请求一个老前辈的帮助。可是路卡利欧在与他的超级大嘴欧对战的过程中再次暴走，最后依然没起到什么卵用。这个时候就需要火箭队的神助攻了。哈哈，果然经过了火箭队的搅和，路卡利欧成功转正，成功控制了力量，然后火箭队这些工程就被打飞了。路卡利欧掌握自己体内的力量后，无疑就成为了小智挑战道馆最大的障碍了。但经历了一系列战斗，皮神最后还是把超级路卡利欧打败了。话说前不久，皮神连正常路卡利欧都没打赢呢。第5位，可可布尔的路卡利欧。可可布尔是可尔尼的祖父，同时也是知道超级进化秘密的人。他的路卡利欧虽然戏份并不多，但在与可尔尼的路卡利欧的对决中，无疑就可以看出他的强大。他能灵活运用自己体内的波导，甚至能将此用来阻止对方的攻击。第6位，宗次的路卡利欧。宗次的路卡利欧性情非常内敛，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同伴。在剧场版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宗次为了不让路卡利欧着凉，还特地将他收到精灵球里。但是没过多久，路卡利欧就自己出来了，妥妥的暖男啊！由于在剧场版中，宗次的路卡利欧并没有多少战斗场面，因此我也不知道他的实力到底咋样。最后一位那就是亚狼的路卡利欧了。亚狼的路卡利欧在一登场时就表现出了自己对人类的不信任，因为他以为在1000年前，他的训练家亚狼为了保密还丢下了城堡，所以在看到小智与皮卡丘关系这么好时也不以为然。他认为哪天小智遇到危险时也会丢下皮卡丘的，可这话一说出口就彻底惹恼了小智，双方发生激烈争斗。后来随着与小智的相处，路卡利欧才认可了小智与皮卡丘的友谊，同时也愈发思念自己的训练家亚狼。在剧场版的最后，路卡利欧为了拯救梦幻而耗尽了自己体内的波导，在生命的最后，他才知道1000年前的真相，顿时就哭了。
但我想此时的他应该是高兴的吧，自己深爱的训练家原来并没有抛弃自己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虽然亚狼的卢卡利欧并不能超进化，但我个人还是觉得亚狼卢卡利欧最厉害，原因也很简单，那是因为他已经死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